讲到印度金质币，常常会被它的不同版别和分类给弄混乱。最近刚好录了一枚英值印度金质币，顺便来简单的整理一下。那么讲英值印度币离不开一本书，就是《The Uniform Coinage of India》，即英值印度币的价值目录书。它应该是现阶段关于英值印度币最全的目录书。两大评级公司 PGCS 和 NGC 都是引用这本目录来分类评级。而这本目录的开头也介绍了关于英值印度的金质币，我在这里就简单的再描述一下。关于英印的金质币，我们可以根据目录来简单的分为三大类 ：Proof、Proof Early Restricts、Proof Restricts。我们就先从第一类的 Proof 来说，有的拍卖公司有时又称为 Original Proof， 即原铸金质币。从字面就可以知道，这是硬币在制造之初用专门的金质膜来打印的金质币，一般是用来陈酿或者博物馆收藏用的。这类金质币打印完整、细节出众，而且量少，是真正意义上我们所理解的金质币，价值不菲。那第二类即早期存铸金质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生产，1910年代左右就停止了。这类产生是在原币发行一些年份后，应一些收藏者或博物馆要求所打印的。一般使用的是原金质币膜或专门的币膜来打印，细节也不亚于原金质币，常常会不好和原金质币来区别开来。量也不多，现在的价值也接近于原铸。那么第三类我们可以理解为后期存铸金质币，生产年代在1947年到1970年左右。当时的孟买厂应收藏家的要求，重新开始打印金质币，不只是打印普通流通年份的硬币，也打印一些未流通的样币。一直到了70年代左右，甚至开始存铸澳大利亚硬币，于是受到了世界各地收藏家的投诉。这时孟买厂才停止了存铸，现在的价值也是在上涨中，但会略低于前面两种金质。回到我手上这枚英印金质币，1890年半安纳，是属于第三类 Proof，就是我们上面所说的后期存铸金质币。 NGC 标的是西厂标，但它其实是在孟买产的。在后期金质币存铸的时候，因为孟买厂有资源存铸，所以加尔各答把他们的币膜寄到了孟买厂，因此所有第三类的存铸金质币都是在孟买厂所生产，只是用了加尔各答的膜。根据目录上记载，后期存铸金质币的产生是因为收藏家为了弥补不能收齐所有年份或者一些年份好品存世不多的缺憾。手上这枚巴安纳在目录上是没有流通记载，就是说1890年这一年并没有生产巴安纳。这枚金质币的存在就是为了补充1890年没有流通巴安纳的缺憾。目录上有提到，后期存铸的金质币因为并不是都是用专门的金质币膜来打印，有时会出现落打的金质。因为手上没有流通的巴安纳，我就拿这一枚1880年的 Quarter Anna 来比比看。由于币膜的不同，可比性相对会打折，我们这里只是做个参考。可以看到，相对于流通币，金质币的打印更加完整，尤其是女王辫子的细节和皇冠上的宝珠压印得更加完整，边缘内齿也更加完整和饱满，底板有很强的镜面感，整体看来是符合对金质币的要求。这类金质币有时还会用不同的金属来打印，目录上称为 Off-Metal Strike。 打个比方说，本应该是铜币的 Quarter Anna 却用银胚来打印，使其变成银版的 Quarter Anna。 有时更是会用金币来打印，这样的价值就会超过普通的后铸金质币。后铸金质币因为是应收藏家的订单来打印，并没有规律的按年份或者产量来生产，所以产量并不多，相对来说是很有升值潜力。一些稀有的后铸更是常常卖出天价。就拿手上这枚1890年半安纳来举例，在 NGC 上的记录，除了2枚原版金质和1枚金版金质外，后铸金质总共就只有10枚，最高分也就是64分。而在 PCGS 上更是只有2枚64分的记录，在现有的记录下总共只有12枚出现，可见这类后期存铸的金质币算是非常少的量，是具有一定的收藏价值。好了，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希望你们会喜欢。